Hello， 大家好，我是东来。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介绍这支续的镜头啊，当然是两支，一支28，一支35。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单词，这个很有意思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念。它实际上呢是来自古英文的两个单词，一个是前面的 die， 还有后面的应该是 epoxy， 所以正确念法应该是 epoxy 啊。我之前上次看那个 Petapixel。这个胡子哥都不知道怎么念，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由来。然后这个品牌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国产品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电影镜头，叫做东正光学啊，一个这2年新进的非常厉害的电影镜头。这个电影镜头你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是它在目前全球的电影镜头市场的占有率是非常的夸张。而且这家厂商上次我了解了一下，其实规模现在也不小。那么这个 epoxy 呢，就是目前的它的最新的一个针对摄影方向的一个子品牌。那么这2个单词呢，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的时间或者你的纪元啊，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你的时光。然后这个镜头的名字呢，大概英文念叫 Semira， 它实际上也是来自于古希腊语，大概意思是今天。所以说呢，我们把这支镜头国内叫做瞬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拍照的瞬间。OK， 我们现在来和大家开箱这一支瞬的35镜头。OK， 可以看到它的包装盒其实是非常的漂亮，上面有这个品牌标识，也有相关的镜头型号。这样打开啊，里面内盒也挺漂亮的，正面也有它的 logo。一个锦盒，里面这边就是它的镜头本体，这边有单独的遮光罩和遮光罩盖。然后后面呢还有它的这个使用说明书，当然使用说明书它是要你扫这个码啊。然后背后有它的售后服务相关的东西，然后以及它的质量认证防潮剂。我先把东西取出来啊，很简单，但是这个盒子我觉得还是蛮精致的。遮光罩和遮光罩盖，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前盖是直接这样，这个呢是全金属的铝合金的，后盖也是一个铝合金全金属的啊，这里面还写了一个英文 capture 啊，很有意思。然后这边是镜头本体，然后这边呢是它的遮光罩和遮光罩盖，非常漂亮的一个方形的遮光罩。然后这边有一个镂空设计，是为了你用旁轴相机取景的时候尽量少的取景遮挡啊。然后遮光罩盖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铝合金的，非常漂亮。OK， 然后这个是它的镜头本体啊，这个大玻璃还是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它的第一片玻璃是一个凹进去的这样设计，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和徕卡原厂的35一样的一个，应该说和这个非球面镜一样的这个凹着的玻璃。然后呢，可以看到它的镜身，这一支呢是一个黑色的版本，铝合金，外面就是这种漂亮的一个磨砂的一个黑色。然后这边是它的对焦环，非常的顺滑。然后这边呢是它的这个，可以听一下声音，哒哒哒啊。它的这个光圈环，它在这个每一档光圈中间是隔了3档，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细。后组是有突出，当然后面的玻璃也是一个凹进去的。可以看到，虽然外面是铝合金，但是在内部这个对焦机构，它还是使用了一个黄铜的材质，可以提供更加顺滑的这样的一个手感，也更加精准。总之，这个镜头的外观其实我认为还是比较小巧。来，我们找一个机身把它装上去，手里是一个徕卡 M10P 啊，非常漂亮的机身。装上去以后，我认为还是比较小巧的一个手感，因为这个镜头本身它也不是很重。然后我再装一个遮光罩，它这个卡扣式的设计还是手感非常的好，直接这个样子，它能锁住的感觉。可以看一下外观还是很漂亮。这个镜头呢有黑色和银色2款选择，我手里这支黑色呢就是35毫米，银色呢就是28毫米。这2支镜头呢，它由于是使用的铝合金的这个腔体，然后我觉得重量还是相对比较轻便，作为一支1.4大光圈镜头。然后呢，这支35大概是在280克左右，然后这支28大概是在330克左右，差不多都是比半斤多一点点。所以我认为对于大光圈镜头来说，还算是比较轻便。2支镜头的口径呢都是49毫米，所以说不管是你在里面加上 UV 或者是偏振镜、ND 镜啊，都可以找到这个49毫米的 UV。非常方便。这支镜头的外观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漂亮的。首先第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这个光圈调节的这个景深标记啊，这个跟我们一般常见的徕卡 M 镜头都通通不一样。它其实是致敬了这个以前这个阿尔法相机135的阿尔法相机上面的这个科恩50毫米镜头。你通过转动这个光圈环，你就可以看到上面的红点有变化，它所对应的区域就是你景深的范围。这种自动标识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炫酷，而且实用啊！我真的是可以玩一天。然后这个光圈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它的光圈叶片用了14片，所以不管是在各档的光圈下，它都能保持一个近乎纯圆的造型。这个可以给你带来非常漂亮的焦外。还有它这个光圈调节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就是在后面光圈环上它有一个拨杆，你拨过去以后，它就可以实现无极调节啊。这有些朋友比如说想拍点视频，或者说他更喜欢这种顺滑的质感的时候，这个确实非常好用。
然后它这个对焦环，我觉得它的外观其实有点像徕卡的这个，我当时很喜欢的一支50年代的镜头，50 2.0 Rigid 啊，那是非常漂亮的镜头，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对焦环这个纹理有点像。同时呢，它也有一个在这个无限远的一个锁定按键，我觉得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增加这支镜头的复古感觉，所以这支镜头我觉得它整体外观，还是花了一些心思，有一点这种复古的味道，还是挺有意思。然后这支35镜头呢，它的结构是9片5组的玻璃，然后这支28镜头呢是11片7组的玻璃，同时呢它都采用了这个 ASPH 非球面镜，我觉得它的这个结构呢和这个徕卡原厂的那2支 ASPH 镜头多多少少有点类似的关系，所以这支镜头的实际拍摄使用体验，我觉得它的成像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ASPH 镜头呢，一般来讲是可以把你的这个照片的分辨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锐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然后这支镜头呢，它的最近对焦距离35呢是0.45米，28是0.4米，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对焦距离。大家知道徕卡这2年的35 1.4跟50 1.4更新换代了。最大的提升其实就是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光学结构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所以这个镜头直接给你做到0.4米，确实也是非常的实用。只不过你需要留意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徕卡的机身啊，它的这个黄斑对焦只支持到0.7米，那么0.7米以内的时候，这个黄斑对焦系统其实它已经不工作了，所以你必须要使用一个 EVF 取景器或者是一个看背后的 LCD 才能确认它的对焦。所以这支镜头呢也非常贴心的在0.7米对焦的位置，它会有一个稍微停顿的手感来提示你黄斑对焦已经失效再往里面继续转，那就需要用别的对焦系统。当然如果说你是玩转接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呢28和35，很多朋友纠结这2个镜头该怎么去选它的焦段。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如果说你有一支50毫米的这个定焦镜头，也就是标准镜头，那我建议你搭配一支28毫米的镜头，可以获得一个就是差别更大一点的视角。那如果说你只是想带一支镜头出门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带一支35毫米出去，基本上就可以应对绝大部分的场景。这2支镜头呢，其实传统意义来说，它都是更加接近这种街头摄影感觉的一个焦段，所以它也是搭配这种徕卡这种扫街型的机器的，我觉得一个非常完美的焦段。OK， 我们先来分享一组这个35拍摄的照片。OK， 以上就是我搭配徕卡和索尼机身拍摄的一些照片。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微博知名摄影博主树懒小姐姐拍摄的一些人像照片。OK， 这是35呢，大家看了这么多样片，我的个人感受确实还是很不错的。首先在光圈全开的时候，我认为它的这个锐度已经非常的优秀，同时呢有非常漂亮的这种焦外光斑非常柔和。然后的话呢，进一步缩小光圈的话，它这个锐度简直是爆表级别的增长你在拍一些这个需要高分辨率的照片的时候，这支镜头搭配起来使用非常不错。同时它的这个畸变控制我认为也很好，色彩还原也比较准确，所以我认为它的光学素质是非常的优秀的。另外就这支35镜头它这个抗逆光我认为是非常好，我真的有试过它直接正对着太阳去拍，我认为它基本上表现真的已经是抗眩光能力已经非常好。第二个就这支镜头它对于这种指边摄散的抑制我认为是非常好，哪怕是光圈全开，你拍一些就是反差非常大的物体边缘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明显的指边和摄散。然后这是28毫米的镜头呢，也很有意思。首先第一个，它光圈全开的这个锐度，实话实说赶不上35，但是我觉得也是可用的范围。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那支尼康的28 2.0被美称为98之眼，那这支28 1.4，它光圈全开是可用的，我觉得它基本上就算98之神了。我也在98拍了一些照片，全部光圈全开，哇，我这个效果当时是让我自己很震撼的。然后它的这个色彩还原以及这个焦外的表现，还有这个指边和摄散的控制，我觉得它一样也是非常的优秀。好，这个徕卡 M 卡口的镜头呢，除了在我们这个徕卡机身上可以使用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我们可以各种玩转接啊，不管是索尼啊、佳能呀、尼康都可以转接。像我自己平时用的这个拍照的机器，索尼的 A720A， 可以通过一个这个天宫 EA9 的转接环，让它完全变成一个自动对焦的镜头。然后这个天宫转接环我多说两句啊，我之前用的是老款的 EA7。这个镜头用不了，为什么？因为 EA7 大家知道下面有一个凸出来的马达，然后它会挡住这个镜头的结构，所以直接是装不上去。所以我买了最新款的这个 EA9 转接环，这个转接环它更漂亮、更小巧，同时对焦我觉得也会更快一些。所以搭配上这个35，特别是这只黑色的镜头，非常的漂亮。同时它拥有非常好的这个很快的对焦性能。来，我试一下，哎，可以听到我真的是一按就真的是很快、迅速、滴滴的就可以确认对焦，非常舒适。这个我们在一些这个日常拍摄里，我觉得这个体验是非常的好。然后第二什么呢？刚刚提到了这支镜头的最近对焦是在0.45米，对吧？那么实际上我搭配了这个天宫自动对焦环，因为它这个马达机构会把这个镜头往前推，所以我可以得到一个更近的对焦距离。我试一下，对，大概这个距离啊，看到没？我拍这个手表这么近的距离，大概也就我估计在0.3米左右，也是可以成功对焦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接近微距的镜头来用了，这个体验我觉得实在是太好了。但前提是你要记得把你的镜头，你在拍微距的时候要手动把它调节到这个最近的对焦。那么你日常拍摄的时候，一般来讲就调到无穷远大部分的这种场景，你看这样拍个人也好，拍个景也好，包括拍无穷远，它都可以顺利的合焦。所以我认为这个 M 卡口的转接非常的好玩，也非常的好用同时我也试了像这种6100万像素的高像素的机身，用这两只 ASPH 结构的镜头，分辨率是完全没有问题。OK， 我再来聊一下这两只镜头的价格。这两只镜头的价格呢，官方售价都是在4999，差不多5000块这个价位吧。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还是震惊了一下，因为一个国产的厂商第一个作品就这么自信的干到了5000块，我当时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偏高。但是当我真正拿到了这支镜头的量产正式版本的时候，同时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拍摄的时候，突然觉得哇，真香！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徕卡原厂的35.4A 和50.1.4A，特别是这2年刚刚更新了，就是这个对焦距离到0.4、0.5米左右的这个新版本，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昂贵，基本上都在3万块钱以上了。原厂的35.1.4呢，确实是一支非常经典的镜头，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也都有，我自己也有。但是原厂的281.4你就很少见到了，不是这支镜头不好，是因为它真的太贵了。我刚瞄了一下这个天猫官方店现在差不多得5万5，你就算是去买什么欧版原厂的281.4，也还差不多得要4万来块节奏。所以说这支续的281.4，你基本上就是一个1/8到1/10的价格，但它实际的拍摄体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接近了。所以这支镜头上市以后就真的是特别火爆，中间经历了屡次的断货。因为这个续这支镜头，他们其实在国外推广的非常好，而且在国外的这个有很多评测嘛，刚刚提到了 Petapixel 也对它这个镜头做了一个详细的讲解，所以这支镜头在国外的认可度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导致国内反而经常的缺货。然后呢，我们自己这个东来军火库呢，也算是这个续这个品牌的一个核心经销商，我们自己这支镜头2支镜头吧，加起来都已经卖了100好几十支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自己比较震惊的一件事情。可见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真正有意思或者说做得好的产品，国产的东西，大家也还是非常的认可和支持。OK， 最后呢，简单说一下这个镜头我自己觉得还能改进的地方。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东西，这个无穷远锁定波感，当然我相信它主要是为了制造这种复古的感觉，所以跟50年代的徕卡镜头，差不多类似。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确实第一没啥用，第二你可能用一些，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老款的天宫 EA7 的转接环，它主要挡的就是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厂商以后呢，在进一步优化的时候，也会针对这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做一些优化。其实他们已经优化过很多次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支35黑色的前口是一个黑色的这种前口，那么在这次28毫米上，它就已经全部优化成了一个钢嘴。这个东西呢，除了好看，但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它可以解决你在这个遮光罩金属和金属摩擦的时候掉漆的问题。你用钢嘴的话，你就怎么摩擦都没事儿。所以厂商也是在这些细节方面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打磨。其他的我觉得确实是大问题没有。反正我也是很期待他们能够出更多焦段、更多有意识结构的镜头。好，那么大家非常期待，就是说续还有什么最新款的镜头？马上就来，并且我都已经上手试过了。那么在出了这个35、28之后，紧跟着来的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焦段50毫米的标准镜头。那么这次最新的这支50毫米的标准镜头呢，跟刚刚这2支相对比较现代的这种非球面镜的设计有点不一样，它是一个偏向于这种复古的
这种经典的老的这种结构的一个镜头，包括这支镜头的外观也是非常的复古，它甚至是一个这种可以这种折叠伸缩的缩头的一个结构，它是一支50毫米2.0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镜头，大概在4月底可能就快上市了。我可以先提前给大家爆料一下，这个镜头到时候会有2个版本，这2个版本不是颜色区别，而是材质上会有不同，甚至价位都有区别。具体售价我都知道，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所以大家就请持续关注吧。总的来讲呢，我认为这个东正光学旗下的这个旭的这个品牌，他们可以说是刚刚上市就有非常好的表现。我相信他们这个有足够的研发团队，也有这个工厂方面的这个支持，应该是后面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而且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就是东正光学或者说这个旭这个品牌，他们的售后是真的做得非常好。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最新的这个做这种偏摄影类的这样的镜头品牌，所以说在前期不管是有任何使用上的困扰，或者说有出厂的瑕疵，对吧？这个东西说实话很难避免。但是因为我卖了这么多镜头，我还愿意卖它，原因就是售后流程真的让人非常放心，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放心冲就好了，不用担心这支镜头出什么质量问题或者说使用上的困扰。这一点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因为说实话我也接触了一些相对规模小一点的国产镜头厂商，确实有些会让人比较头疼，很不放心，可能比较心情糟糕，怎么样？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总之，旭我觉得是可以放心冲的一个品牌。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多聊这些相机也好，镜头也好，这些器材也好，记得多多帮我评论、留言、点赞、转发。OK， 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见。好，拜拜。